到底这个咒本身是什么意思？好，它带有什么样的能量，或者是就是它的状态磁场频率是什么？所以各位会回到啊，其实所有的文字本身，好，或者音频声音本身，它其实是带有不同的频率的，各位可以理解吗？好，这个有一个博士叫大卫霍金斯博士，他研究到所有的人，光人类哦，在不同的状态，比方说你愤怒的时候，它是有一定的指标的频率的。哦，我这个嫉妒有一定的频率，哦，我的这种惭愧、哦自卑也都会对应到不同的频率哦。那当然正面的也有，比方说一个人有勇气、信心，它是可以对应到一个比较正能量的频率的，或者他有一种爱，好，德蕾莎修女有爱，它也可以对应到一个频率，好，他的这个希望、乐观、积极，甚至人类目前可以被科学家所侦测到的最高的频率是开悟，好，我们佛法常讲的开悟，好，觉醒。所以人在觉醒、开悟的那种超越头脑的状态，它的频率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好，所以各位身边你就可以发现，接触一些人的时候，他能量很强大，这时候你就会被他正能量感染。我们常讲正能量，对吗？好，被他正能量感染。当然，那些很消极负面的人，你接近到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很浑身不舒服。好，就觉得不想接近，也许好，所以这就是不同人的状态，它会有不同的频率。好，那一样的文字本身，所以状态都有不同的频率了。文字也有声音，也会有不同的音频跟频率。所以这些咒语，我们讲的咒语，好，它每一个不同的咒语本身，它都是代表着非常高宇宙之中非常高的振动频率。好，振动频率，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咒，你不需要去理解它的意思，但是你可以明白它带有不同的振动频率。OK， 好，所以当你在持这些咒语的时候，跟你在念1、2、3、4、5、6，会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这些咒语本身，好，它并不是只是1、2、3、4、5、6这么简单，因为它带有不同的频率跟能量状态。你可以再这么想象，好，就好像今天如果各位你念“我爱你”这3个字，好，我爱你本身它就有一个能量频率，好，它如果可以检测得到，它可能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言语。好，所以不管我们在鼓励别人或者在支持别人的时候，加油，我爱你的时候，这些都是一种正能量的言语，对吗？哦，你很少能够用我爱你创造一种负面的状态吧，对不对？所以这言语本身它就带有频率跟能量了。好，所以那咒语它也是有频率能量，所以你在持咒语的时候，其实你就是类似不断的假设念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哦，当然你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念，也可以啦哈。我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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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我爱你，感恩你，谢谢你，我爱你，感恩你。好，这个某种程度当然也是的，等于我们不断的把自己的整个身心状态去跟一个这个正能量的音频去跟它做同频。好，今天你很负面，但是你试试看，不断的念我爱你，我好棒。我是最棒的，我是最快乐的。你念10分钟，你也会变得很快乐，因为你不断的跟这些文字去做同频共振嘛。好，所以呢，咒语本身它就是很强大的正能量的咒，所以你不断的在持的时候，Om Mani Padme Hum 就有 Om Mani Padme Hum 的正能量的这个音频。大悲咒，好，那就有大悲咒它的振动频率跟音频。楞严咒就会有楞严咒的振动频率跟音频。所以你会发现持不同的咒语，你仿佛会有不同的一种体感状态好了，好，不同的，因为毕竟频率不一样，好，每一个咒的频率都不一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持咒，因为我们可以跟它的这个咒语本身的频率去同频共振。好，那再讲一个同频共振的案例，就好像今天如果你很负面，或者你自己有种心境，好，这时候你很挫折的人生中遇到一些事情，但是有一票很正能量的朋友圈们，或者一个群体。整票都很正能量，这时候你一个也许很负面或很负能量，在这个群体里面，其实你就会一直听到都是正能量，他们觉得哇，今天谁好成功，谁好棒，好，或者他们鼓励你的言语都是用这些言语，他们所谈论的内容都是这些正能量的内容跟议题。其实你潜移默化，他们的肢体、他们的展现都是一种很大气、很正能量的展现。你很容易慢慢的就在这个群体之中，被同化了。哦，开始你的言语开始转变，开始你的思想也开始改变了。对，你一说一个负面，他们讲说不要这么想，放心，你一定可以做到。你开始转变，慢慢转变你的思想，转变你的言语，甚至转变你的行为，这就是被同化了。对，也可以说同频共振嘛，对吧 ？OK， 所以呢，一样的，
当我们没有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的时候，可是我自己在持这个咒，光我持咒，我等于就是什么？我为我自己创造了这样的环境。我持 Om Mani Padme Hum， 我就为我自己创造了这样的音频的环境。我听到 Om Mani Padme Hum 的正能量的频率啊，我念诵也是 Om Mani Padme Hum 的正能量的频率，而我想到的也是 Om Mani Padme Hum 的正能量的频率，所以我整个身心就在这样的一个正能量频率里面，所以它是可以潜移默化，不断去影响跟改变我们的整个就是身心的一种生态的。好，所以这就是很重要的。为什么持咒对于整个人的，不管从你潜意识，甚至你的这种身心能量的状态，它是可以很大幅度的去调频的，好，去调频到一个非常正能量的一个状态。OK， 好，那再来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哦，就是说，那为什么这个持咒每一个咒到底最后咒到底怎么来的？因为就我要选择什么样的咒嘛，好，我到底要选择，那我要选择准提咒，好，哇，听说准提咒持了，人缘会变好，钱会变多。好，那听说那个楞严咒，对，持了，我会开悟，我会有智慧。好像每个咒它的功用都不太一样。好，所以这时候回到跟大家分享，最后就是说咒到底是怎么来的？其实每一个咒它都是有来由的。好，它是有来由的，也就是说是佛菩萨本身，他累劫，佛菩萨都在修行嘛，好，他们累生累世累劫都在修成他们自己，所以当他们修行最后的修成就了之后，他把他整个身心能量状态，你可以这样想象，他都把它最后化为一句正能量的咒，这就好像比方说郭台铭一辈子都在企业之中，好成就他的丰功伟业。那这时候他当然整个人的思想、言语、行为都是在这个创业的能量里面。所以你想到郭台铭，哇，首富、有钱、企业家、霸主哈，所以这些他一生所用的他的思想、言语、行为，打造的他的财富帝国跟他的整个企业，所以他就把这样的一种他可能最后写成一本书吧。好，你给我买到他的书封面看到郭台铭，然后里面又有一字一句都是他的经典语录，仿佛听着他的话，都好像感染了一点创业创富的这种气息好，所以这就是他本身这个人所带来的能量跟磁场。好，德蕾莎修女，对，她就有她的爱的磁场跟频率。也许当我们跟她接触的时候，哇，可能整个心都被她融化了。这就是她一辈子大半辈子都把他的思想、言语、行为浸淫在那样的一种磁场状态里面，所以当他跟任何人接触的时候，他都可以把这样的频率去分享给别人，甚至去感染别人，甚至同频共振跟其他的人。OK， 所以那佛菩萨也是一样，他们的成就更高大、更高了，他们毕生累生还不是一生多生多世都在某种议题里面下功夫。比方说观世音菩萨。对，为什么大家一想到观世音菩萨，哇，慈悲，对，大慈大悲，因为他累生就在这个主题、这个议题里面下功夫嘛。好，所以他的这种慈悲心的广大，是所有人千年之后都还能有目共睹的。甚至他这样的一种慈悲心的状态，可以穿越时间空间。即使我们现在想到这个观世音菩萨，好像他都可以，他的慈悲的那种种子好，都可以在我们心中去萌芽的这种感觉，对不对？好，你的恐惧好像念了观世音菩萨，你的内在的恐惧感就好像少了很多，这就是它的一种频率跟你同频共振。OK， 所以每一个咒都有不同的佛菩萨，他累生所在某个议题主题上面去下功夫的点。就像刚刚说的，观世音菩萨就在慈悲心，所以如今你念了大悲咒，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咒，仿佛你就不断的在他的大悲咒、慈悲心的这个主题、这个频率里面，一直跟他同频共振。跟你念的准提咒，我们讲的准提咒，哇，念的准提咒的人，财富也会变多，福报会变多，寿命也会变多总之就把你这整个人的福气变多就对了。好，那也是因为准提佛母，他累生下来就在这个主题上下功夫，去帮助很多很多的人，可以增长他的福报。可以帮助他在人生各方面可以福报可以增加，钱财当然也会增加。所以是这样的，那他这个当然准提咒本身当然就会比较跟我们不管你说财富也好，
或者你个人的善业，你个人的这个福报就会比较有关联性。好，所以你持不同的咒，当然它就会为你所带来不同的一种频率。所以财富有财富的频率啊，慈悲心有慈悲心的频率，开悟有开悟的频率。啊，不同的咒当然就会有不同的频率。但不管怎样，每个咒它就都是反正就是在正能量以上的频率就对了。好，那不管你今天是持诵哪一种咒语这样子。